歡迎嚟到不左不右。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紐約市長民主黨嘅初選入邊咧，極左派候選人 Zohran Mamdani 咧係贏咗初選嘅，佢擊敗咗前州長 Andrew Cuomo。好多朋友咧都有問我話，我對呢件事嘅睇法係點樣？今日咧，我哋就嚟做一期節目咧，嚟回顧一下 Mamdani 係點樣贏嘅，並且咧睇一睇咧佢未來嘅走向會係點樣。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最後嘅投票嘅結果啦。可以睇到咧，Mamdani 咧第一輪咧係攞咗43.5%嘅選票，而 Andrew Cuomo 咧係36.5%嘅。然後咧，總共嘅投票咧係大概1026000幾張。但係由於紐約係使用所謂嘅 ranked choice voting， 中文叫排序投票制，所以咧最後 Mamdani 咧計出嚟嘅選票咧係56%，而 Andrew Cuomo 咧係44%，所以咧佢嘅優勢咧反而係仲擴大咗嘅。首先我哋睇到咧喺紐約市5個區入邊咧，Mamdani 嘅勝利咧主要係來源於布魯克倫區啦 （Brooklyn），然後咧第二個咧就係皇后區 （Queens） 嘅。咁咧，我哋反而睇到咧，前州長 Cuomo 咧，佢喺布朗士 （Bronx） 同埋斯達頓島 （Staten Island） 咧，佢係贏嘅。咁而喺曼哈頓咧，佢哋嘅比數咧就係比較之接近嘅。咁而家我哋再嚟睇一睇比較詳細嘅地圖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Mamdani 嘅勝利咧，其實睇地圖都可以睇到啦，佢就係嚟源於呢一帶 Queens 同埋布魯克倫嘅呢一帶好深色嘅地方嘅。咁我哋可以點入去咧？比較紅色嘅區嚟睇一睇佢具體嘅情況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咧，Astoria 咧呢個咧其實係 Mamdani 嘅自己主要個區咧，呢度咧顯示佢係大贏嘅。但係咧，其實我哋再睇一睇都有其他嘅地方喎，例如話呢個叫 Richwood 嘅區域咧 ，Bushwick 嘅區域咧，然後咧再睇一睇呢一邊嘅 Greenwood Heights、Sunset Park 呢一邊咧，都係顯示咧 Mamdani 嘅領先優勢咧係非常之大嘅。咁而家我哋再睇睇 Cuomo 嘅主要領先優勢咧，反而咧係集中喺布朗士嘅地區嘅。咁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布朗士嘅地區咧，雖然 Cuomo 贏嘅係比較多，但係咧個總嘅投票率咧，可能都係得幾十張咁樣嘅。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定嘅原因。點解咧 Cuomo 冇喺佢喺布朗士嘅領先優勢咧轉化為勝利嘅一個原因之一嘅。咁我哋再可以睇一睇啦，曼哈頓嘅其他地方咧，其實咧差距咧都係相當之接近嘅。冇話有個區咧話特別咧係偏向某一位候選人。咁我哋睇完咗呢個主要嘅地圖咧，其實咧可以好輕鬆咁落幾種結論嘅。首先咧，正如我哋話齋喺布魯克倫同埋 Queens 咧呢兩個合場嘅地帶咧，係保證咗 Mamdani 嘅勝利㗎。咁咧呢啲地區咧有一部分咧係 Mamdani 自己嘅基本盤啦 ，Astoria 咧係紐約州議會入邊咧 Mamdani 咧自己嘅選區嘅。但係我哋同樣可以睇到咧，其他地方特別係比較有錢，但係咧就年紀比較輕嘅，就比較偏向自由派嘅選區咧，就大範圍咁樣選擇咗 Mamdani 嘅。如果你對紐約比較熟悉都知道啦，喺威廉斯堡向東嘅呢一橛咧，以及咧喺 Cobble Hill 同埋 Carroll Gardens 同埋 Sunset Park 呢一橛咧，都係話呢啲比較 hippie 嘅生活方式嘅，即係呢啲人咧都比較有錢，但係咧佢哋都係比較偏向自由派嘅。但係我哋同樣可以睇到好多低收入嘅家庭，就算你睇一睇，大部分都投向佢嘅布魯克倫區啦，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呢成一塊從 Jamaica 以南嘅呢一成一塊咧，係或者係 Midwood 啊、Borough Park 啊呢啲地方咧，其實咧佢哋都係非常之支持 Cuomo 嘅。咁咧類似嘅事更加明顯咧，就出現喺布朗士啦。眾所周知啦，布朗士咧係紐約市內收入最低嘅地方。然後咧呢度嘅族裔分佈咧，主要都係黑人為主嘅。咁咧，我哋可以睇到呢啲黑人咧，大部分都係投咗 Andrew Cuomo 嘅票嘅。咁咧，士打倫島咧係一向都係比較偏向共和黨嘅地區啦，所以呢度咧就唔係做太多分析。咁另外一樣我哋可以睇到咧，雖然曼哈頓咧雙方嘅差距咧本來就比較接近，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有錢人住得比較地方咧。就係 Upper West 上西區同埋 Upper East 上中區咧，咁咧 Andrew Cuomo 嘅勝利咧都係比較之明顯嘅。
咁咧有啲人咧就會話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華人係比較支持 Mamdani 嘅，但係我睇過之後咧覺得咧就唔係咁樣啦。首先我哋可以關注一下唐人街呢一段，咁咧呢度確實咧顯示係 Mamdani 咧係比例上咧贏得比較多嘅，但係其實咧真正嘅華人所住嘅幾個地區咧，只不過係唐人街呢一段，以及咧東百老匯呢一段，咁其他呢啲咧其實咧就係冇咁多華人嘅。咁有啲係其他族裔嘅亞裔啊咁樣，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咧呢度嘅優勢咧係唔係好明顯嘅。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另外一個咧係比較值得關注嘅就係法拉盛咧，就係而家美國最大嘅一個華人區之一。都可以睇到，雖然話 Mamdani 咧佢贏，但係咧佢嘅優勢都係比較少嘅，唔係話非常之明顯嘅。有啲地方咧甚至係話咧係 Cuomo 係贏咗嘅。咁我哋再嚟睇一睇Amherst 呢度咧，呢度係Queens 嘅第二個小型華人區啦，亦都可以睇到咧，呢度同附近好近嘅 Jackson Heights 同埋 Astoria 咧係唔同嘅。咁咧 Mamdani 確實係贏咗，但係咧同樣係贏得唔明顯嘅。咁最後我哋嚟睇一睇布羅倫嘅兩個華人區，第一個咧就係八大道地區，亦即係話 Sunset Park 呢一帶咧，可以睇到咧，依然如果你係攞咗出嚟華人比較多嘅地區嘅話咧，其實咧佢嘅優勢咧都唔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呢一帶咧，其實咧呢個比較深色嘅呢一帶咧，其實咧係有好多其他族裔嘅人嘅，所以就唔計。咁再嚟睇睇剩低嘅86街同埋羊頭灣呢一帶咧，呢一帶咧其實可以睇到咧，Cuomo 係贏咗嘅。咁咧，所以話咧，其實咧華人咧係冇咁支持 Mamdani 嘅。總而言之咧，我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話咧，Mamdani 嘅勝利咧，大部分咧係嚟源於佢自己本身嘅社區，以及咧有一啲嘅穆斯林嘅社區。然後咧，剩低嘅咧，基本上咧都係話係受過一定教育，思想偏向自由派，而且咧係集中喺布羅倫同 Queens 呢一段合場地帶嘅人咧，就係確保咗 Mamdani 嘅勝利嘅。但係咧，反而係好多低收入嘅黑人同埋亞裔，以及咧係拉丁裔嘅社區咧，都係冇投佢嘅票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最後嚟講咧，呢度加起上嚟咧，Mamdani同 Cuomo 嘅比數咧係大概差咗12萬，然後咧佢哋所有人加起嚟嘅總投票率咧，只不過係103萬左右。但係咧，紐約市單係註冊成民主黨嘅選民咧，就達到咗330萬。所以話咧，呢一次民主黨嘅票數咧，佢哋嘅投票率咧，其實咧係唔超過1/3嘅，咁係非常之低。所以咧就可以話，大部分嘅溫和派選民咧係冇參與到呢一次嘅投票入邊嘅。另外一個可以睇到咧，紐約咧喺大概7個月之前嘅大選咧，紐約嘅投票咧係右轉10%左右嘅。但係如果你係話因為 Mamdani 呢一次嘅勝利咧而表示咧，川普嘅政策咧已經係失敗嘅話咧，咁我認為咧就係說服力係唔夠嘅，因為咧正如我所講，呢次咧只不過係民主黨嘅初選，而初選咧佢吸引嘅民主黨選民咧甚至係唔夠1/3嘅。咁咧另外再加上其他嘅中立選民咧同埋共和黨選民咧，可以話咧唔會超過20%嘅選民咧係真正咁樣喺呢次初選入邊投票。而呢20%嘅選民咧，亦都只有56%咧係投咗俾 Mamdani 嘅，所以咧計起上嚟咧，可能而家只係話10%嘅人咧係投票咗俾 Mamdani。咁當然啦，數學上嚟計咧係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嘅，但係咧道理係咁樣嘅。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咧 Mamdani 佢就算係贏咗咧，佢都唔係第一位咧係比較偏左嘅市長嘅。咁其餘嘅例子咧仲有芝加哥嘅現任市長咧 Brandon Johnson 啦，咁咧之前咧喺2023年上任啦，而家咧有好多消息表示咧，佢而家嘅支持率咧係喺單位數，亦即係話唔超過10%。而另外一位比較偏左嘅市長咧，亦都有 Michelle Wu 而家嘅波士頓嘅市長嘅。咁啊 Michelle Wu 咧佢做得咧係比 Brandon Johnson 咧係比較成功啲嘅。咁佢而家咧亦都係競選緊連任嘅。咁所以話咧，就算 Mamdani 係贏咗嘅話咧，亦都唔代表咧佢係唯一一個咧喺極左派嘅人士。咁喺 Mamdani 贏咗呢一次初選之後咧，佢自然咧就受到咗其他人嘅攻擊㗎。咁當然就包括有啦現任嘅市長咧 Eric Adams 啦。咁咧佢係按照獨立候選人嘅身份咧嚟繼續佢嘅競選嘅。
咁以及咧仲有共和黨嘅候選人 Curtis Sliwa 啦。咁咧佢喺2021年咧上一次選舉咧就係輸咗俾 Eric Adams 嘅。咁咧但係而家咧佢依然咧繼續代表共和黨咧嚟參選嘅。咁總而言之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曼丹尼咧前路咧係非常之長嘅。雖然話咧紐約咧係民主黨嘅大本營，咁啊民主黨嘅選民咧超過咗70%，但係我哋之前所講到嘅，而家嚟睇咧，只係有10%嘅人咧係確定咁選咗曼丹尼，咁就講明咧呢一次選舉咧依然係有懸念嘅。作為極左派候選人啦，曼丹尼嘅勝利咧就比川普以及共和黨咧就更多彈藥咧嚟攻擊民主黨嘅。咁咧佢哋就攻擊咧民主黨咧就已經徹底咧俾極左派綁架嘅。咁我喺之前關於 Gavin Newsom 處理洛杉磯騷亂嘅嗰一集入邊講到咧，而家民主黨嘅問題咧就係佢要向極左派去靠攏，咁樣咧先可以安撫佢哋自己嘅高頻以及核心選民。但係你越向左傾咧，你就越使其他中立選民反感嘅。所以咧喺呢度咧，亦都係一個類似嘅情況㗎。根據而家美國咧政治嘅環境咧，大部分人咧係中立或者係稍為偏左少少嘅，對嚴重左傾咧係非常之反感。所以咧，川普以及共和黨以及其他人嘅攻擊咧，其實咧係有相當之說服力嘅。曼丹尼嘅呢一次初選嘅勝利咧，你只能話咧年輕嘅選民，亦即係呢啲所謂嘅核心選民咧，對而家民主黨嘅建制派咧係非常之失望嘅。佢寧願咧民主黨咧做唔到乜嘢事咧，都要對川普咧進行全面嘅反擊嘅。但係正如我哋所講咧，你咁樣嚴重左傾，冇錯，喺呢一次初選入邊咧就顯示出嚟咧，確實可以贏得自己嘅初選。但係你喺中立性嘅全國選舉入邊，係咪可以吸引我哋剩低講到嘅90%嘅選民咧？呢個答案咧，恐怕咧而家咧仲係未知之數嘅。所以咧，我就認為咧，曼丹尼咧而家未係穩贏11月份嘅真正嘅市長選舉嘅。咁特別係喺佢已經成為咗所有人目標嘅情況下咧，佢有可能咧會面臨巨額資金所帶嚟嘅衝擊嘅。最後，我會持續關注咧11月份舉行嘅紐約市長真正嘅選舉嘅。咁咧，到時咧我哋再嚟做更多嘅深入分析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我嘅評論同埋節目嘅話咧，就記得點讚、留言同埋訂閱啦。多謝，下次再會。